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我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想见我吗？那台面上的话，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的第一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的是第3组。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所想要带给我们大家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1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我们来在验证牌的地方来看看说，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说，在对于你这个人来说，以你的角度跟你一直以来跟他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我们这边抽到的第一张是权杖5。好，那如果说是在权杖5的部分的话，就表示说，其实这个人他在你眼中，或者说在你一直在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会觉得他的情绪的管理上面的话，有的时候蛮容易会坚持己见，或者说当身边的人比较没有办法接受他的观点的时候，他的情绪就容易会上来，或者是他会开始表现出有一种不耐烦的这个状况。然后就这个人他在处理事情上，或者说在他面对自己烦恼事情上的话，通常是比较没有耐心的，是很急着会希望可以赶快看到一个答案，可是他在很急的这个过程里面，反而会容易呢去忽略掉一些对他来说是比较重要的讯息，或者说对他来讲会是一个必须要去注意到的资讯，所以这个人有时候难免会让你感觉到他会有一点粗心，或者是说会容易粗枝大叶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再就是这个人当他对于说自己可能非常急着想要去完成的事情的话，那他有时候难免会有点不去顾虑周全，或者是说容易会去得罪到很多的人，所以这个人他真的在做事上，或者说在处理事情上面的话，会比较急一点。那如果说你确定这个人他就是做事很周延啊，或者是说他对于自己身边的事情的话也都是很有想法，然后也是计划非常缜密的，原因是在于说他已经有经历过了人生的历练，或者说他已经有经历过很多次人生的个性上的失败，或者说个性上的一些的缺点，所以导致于说让他现在对于自己所必须要去面对或者说去处理的事情上，他必须要去让自己放下脚步来。所以你现在看到这样的他是已经有历练过他，或者说他已经有改变过的他，其实他原本的个性上面就真的是属于比较急的，所以就很有可能这个人本身就会有一种牡羊座性格的感觉，就是做事上面会比较急啊，或者说会稍微比较冲动一点。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第2张是钱币7。好，那钱币7的话，在这边就意味着说，他这个人本身呢，也不太喜欢有太多生活中的变动。那当他决定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朝着那个目标前，就是他的新的想法就是很直，他不会想去做任何的改变。这改变是指说环境啦。那当然方法的话，确实有时候他的方法会让人感觉到比较欠缺考量，或者是说比较需要有一点别人去推他一把的这个状态。然后这人他的生活的话，基本上的生活圈也蛮小的，就是他虽然可能都会去认识新的人，或者说可能会去交新的朋友，但那些新的人或是新的朋友的话，他跟他们出去通常也不太会超过3次以上。
那如果说能够到超过3次以上，表示他觉得跟那个人之间是还蛮有缘分的，除非他们俩之间后面又在认识很久，或者是有继续维系感情，要不然基本上这个人他对于说自己没兴趣的人的话，他其实通常也不太会想要去花时间。然后他这人其实对于说看待事情上面的话，除了很重感觉之外，他也是很看重相处上面的这个氛围跟和谐度。所以这个人他本身呢，确实会有时候会让你觉得他是有一点不能讲老实，而是说他在对自己上面的话，就是会比较讲法上会比较直接一点，他比较不会有太多其他的考量，就是会容易忽略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重点，所以确实有时候可能会需要你，或者是说需要一些他很信任的人来去帮助他，或者说来去引导他，或者是来去提供给他一些更好的建议，让他可以去做更多的改变。然后再想抽到的是这一张权杖国王。好，那权杖国王的话，在这边意味着说，就其实刚前面提到的，其实这个人他在对说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展望，其实他都很有自己的计划，也还蛮有行动。就像当他想到要去做什么样事情的时候，他确实会考量到可能在未来的方向，或者说那个结果可能会让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发展，然后通常他会是尽可能的是以好的那个部分，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确实容易会因为他自己的个性上的关系，或者说他比较不知道该如何去找别人求助，所以那容易呢就会失去掉一些蛮不错的机会，或者说也容易会让他犯下一些可能比较不能去犯下的这个错。所以看起来呢，这个人其实基本上在你眼中，说在你脑海里面的话，他这人个性呢，虽然个性上冲了点，或者是说比较没有耐心，或者说脾气呢稍微急躁了一点，稍微差了一点，比较容易生气，可是有时候还是会让你感觉到会有一种很可靠，或者是说会有一种很安定啊、很安心的感觉。所以你跟他在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你应该其实经常还蛮容易会想要去多更加的了解到他喜欢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还蛮希望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符合到去对于说他这样的个性上的人是能够有所匹配，就是你自己本身的这个个性的状态。好，那这边如果说验证牌有符合到他是在你眼中他是属于这样的人的话，那么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就是我们透过他目前的生活中来去看看说，在他的心里面他有没有想要去见你们。好，那妍妍来为大家抽牌，就是说对方他到底有没有想见你们的这个部分。好，那这句话首先抽到的是魔术师。如果说是魔术师的话，洋洋会基本上就认为说，这个人他目前现在生活，其实他蛮懂得会去向前看，或者是说他蛮会让自己去找乐子，或者是他会想着该如何让他生活不要太过于单调，或者是他会去让自己转移注意力，或者说会让自己去转移目标。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这个人呢他日常生活里面其实也不会特别去想到说要不要去见到你的这个部分，因为他要忙他自己的生活，其实就已经会花很多的心思，或者说就已经会花非常多的心力。然后在他身边的人的话，确实有非常多不同类型的朋友，包含损友啦，或者是说还就是跟他是有那种心灵上的自由也都有。所以对他来说，现在他身边的人的人缘其实算蛮不错。那接下来只要看他自己说有没有办法自己去分辨，或者是说自己去看看说他到底适合跟什么样的人相处，或者说他会从这些人里面去挑选说什么样的人是他觉得是可以值得再继续认识下去的。然后再有抽到的是这个恶魔牌。那恶魔牌的话呢，就意味着说，第一个就是这个人他现在目前对于说赚钱这件事情他是非常有欲望的，那他可能就去走一些投资啊，或者是说他可能就会想要去
多了解看看，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获得更多的金钱，或者说让他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所以这个人他目前呢会想要去获取更多知识的这个主因是带有目的性跟利益性，不是纯粹说他想要去学习这个东西。所以以更多来看的话，这个人他现在在学习知识的部分呢，就刚刚前面提到的是在对于投资跟钱财的这个部分。那第二个就是他现在这个人本身是还蛮重视他自己个人在别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或者是说那个名声，或者是那个评价，所以他还蛮经常其实会把自己陷入在一个被别人给评价的高低的这样的状况。所以呢，他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蛮容易会去尽可能的迎合别人的需求，或者说这个人个性其实现在也算是变得蛮八面玲珑的这个状况。第三个的可能性就是目前这个人刚刚提到说，因为他本身大牌我们抽到是魔术师，所以呢这个人他的在对于找对象这件事情的话，他的想法上面已经有所改变了。例如说他原本可能只会透过现实中去认识新的人新的对象，那现在他就很有可能会透过网络交友的方式去认识新的人。然后再就是最近的他的话在对于性欲的这个部分稍微会比较高一点。那少部分的人的话，他会有点迷失在那一种人类原始的欲望之中，所以这只是其中的几项啦，所以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就说一直你们去认识他这个人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体验他的人生，所以也不用太过于着急。好，我们来看到下一张。下一张的话是宝剑王牌。那如果说我们抽到是宝剑王牌的话，其实它跟魔术师一样，都是代表着是一个开始的意思，或者是说一个全新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就很明显，其实这个人他的一些的想法跟观念其实会跟以往不同，又或者说他已经改变了他自己现在生活的模式。所以如果说他这个人本来是跟你说他对于说某些事情是很抗拒，或者说是说他不喜欢的话，那么现在他其实会有去考虑去做尝试。那他本身去考虑做尝试的话，依照牌面上来看是跟你无关啦，所以你们也不用去往自己身上想太多。只是他个人呢，可能比如说这个人本来不喜欢去酒吧，那可能现在他就会考虑去酒吧去喝个酒，或者说去透过酒吧的方式认识新的人之类的。或者说他这个人本来可能对于钱财是觉得得过且过，随便过这样就好，那现在他可能会把钱财看得非常的重，会成为他现在生活里面的一个很重心的目标。那其实在牌面上的话，就要看说原本这个人，你们就依照你们自己的直觉，因为看起来其实这边的你们应该很明显知道对方他到底现在他非常在意的是什么。那他现在很在意的东西，就是他原本就是他原本就已经他原本是完全不在意，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不屑去做这些事情的。那现在他就会去做这方面各种的尝试，或者是说他会试着让自己的视野完全打开来。所以至少我们再从这边来看的话，基本上呢，他现在是没有想你们，因为他蛮着重在说他个人的生活圈里面。那没关系，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好，那这样抽到是宝剑2。那宝剑2的话呢，就会意味着说，如果好，应该说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有想过说是不是要去回来找你们，或者说他其实有想过说要不是要跟你们之间有一些互动的这个机会，或者说是要跟你们有一些在更多的往来。可是在他身边现在应该有一个会让他想要去多了解那个人，或者说在他身边现在确实有一个还蛮不错的对象，所以呢现在他就会比较去考量说这段关系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那第二个可能性就是现在他很有可能在对说你们这段关系他想要去做一个抉择，例如说他是要跟你继续下去回来找你们，
还是说他要选择去放弃，然后去展开他新的人生。可是因为我们前面就先抽到了1号牌，所以来到这边是2号牌的时候，就很明显的，其实他在对于说自己的人生的方向，他更加倾向于说是抛弃过去，然后走向新的未来。所以在目前看起来的话，这个人他如果说要让他回心转意啊，或者说让他回到你们身边的这个几率呢，基本上会偏低。那在对于说他要不要想见你这件事情的话，反而也没有，因为他反而会希望说自己是要有更多的时间去让他自己可以审视一下，或者说静下心来让自己去考虑一下，最近这段关系对他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所以这边抽到的是愚者牌，那在愚者牌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也真的也没有想的那么多，但是他有时候真的还是会想起你们曾经的一些的过往，然后或者是说你们带给予他的那些非常多的感觉，或者说正面的思考，然后带给他生活上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他想要带着你们之间的这个回忆，然后让他可以变得更好，然后让他呢对说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他可以把自己旧有的一些不好的观念观感，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习惯是能够完全的撇除掉，是能够完全的舍弃掉，然后让他把自己变得更好，去迎接他下一个新的人生。所以其实更多也可以说是这个人他也算是因为有透过了你，或者说经历过你们之间的事情，他反而也是更清楚知道说他到底想要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可能才会是最适合他，只是他现在还在一个摸索阶段，那他本身也还蛮害怕其实会失败，或者说可能会选择错误，所以看起来这个人其实他也还没办法完全去放下他现在的这个选择。那我们看到就是抽到的下一张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抽到就是圣杯骑士。好，那这边的话，如果说在圣杯骑士意味着说对于说他自己本身的感情的生活啊，他还蛮希望是能够遇到不错的人，或者是说蛮希望可以谈一段蛮不错的感情。那对于说可能感情的部分，他还是会尽可能希望双方之间都是情意相投的。那如果说让他觉得是还不错的人，那可能对方也对他感觉还好普通的话，他可能会想办法想要去多吸引到那个人注意力。所以这个人他目前所散发出来的很多的能量，就是他想要有更多的缘分，或者说想要去看外面的花花的世界。那这时候对你们来说其实就会有一种比较不公平的情况，因为你们苦苦等待这个人，可是很明显这个人他其实已经渐渐的把你们给忘掉，或者说已经开始渐渐的跟你们之间保持一个在适当的距离，比较不会想要因为失去你们然后就觉得痛彻心扉，或者是说会觉得整个人生就这样垮掉了。他没有，因为他其实真的还蛮享受，或者是说蛮希望呢他自己的生活是可以过得越来越好的。然后现在他其实基本上也还蛮想谈感情的，可是这个谈感情的前提之下，就是他也是会希望说可以遇到一个正确的人。如果说是错误的人的话，除非这个人他本身的性欲会比较强，那他可能还是跟那些他没有想要给责任、给承诺，但是对方又主动投怀送抱的话，他可能就会跟对方有一个 one night stay。对，那如果说你知道他这个人的性欲本来就没有很强，那你们也不用想太多，因为对方也不会想要就是这样子跟对方有个 one night stay。对，所以不用太担心，就主要看说你们原本对这个人的认识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然后再来说的是圣杯侍者。好，那圣杯侍者的话就意味着说，当他如果说想起你们的这段关系的时候，其实他都会想起一些让他觉得蛮开心啊、蛮幸福的这些时光。那他想起你的时刻，通常是在他觉得自己人生非常快乐，或者说自己的人生现在是在一个人最好的这个时机点。所以呢，这个人其实当他在面对说想你这件事情的话，
他没有特别花时间去想，比较通常像是一种他突然想到曾经可能有这段缘分，或者说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不会抱持着任何有感情的这个部分，然后去想到你。所以在台面中的话，看起来说，其实目前看起来，他真的会通常是以他自己的感觉，或者是说会容易以他自己为主，比较不会去考量到你们心情，或者是说他也会先以他自己自身什么样的方式相处上会最快乐最好，那才是他真正所想要，或者是说他所追求的。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这一张钱币9，那因为说其实现在他还真的蛮享受他目前的生活，所以如果说这边又出现的话，就也蛮明显，就是说确实对方他没有真的想要见到你，因为现在他的生活中真的是比较呈现在说，我们可能在台面中讯是没办法看到他的目前工作状况，但是可以蛮明显，就是他其实现在身边应该是真的有其他新的对象，或者是说有其他考虑的人选，又或者是说他也有跟公司的人相处是蛮不错，然后也是蛮暧昧的。对，所以你们可能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就看你们要不要再继续等这个人，或者是说还是要再做占卜看看。好，这边的话我们抽到下一张是权杖3，那权杖3就意味着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本身呢其实会比较有一点想要考虑说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跟你们继续相处下去，还是说他是不是要从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离开。就是说现在目前他有逐渐发现到说两个人之间的差异确实会容易造成情感中的一个失衡，或者是说会造成一个情感中的一个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很明显就是这个人他本身在面对或者说想到你们这段关系，他真的会以他自己为主，他想到你的这个部分通常是比较没有那么的真心的，或者是说也比较没有那么的想要去挽救你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现在就是非常沉浸在他自己，然后甚至他也找到了一些他自己人生觉得是对的方向，或者是说他觉得他的人生必须要去做，或者是说去完成的这个事情。好，那这边的话其实通过以上讯息就可以明显到说，其实对方好像真的对于你们的感觉就是他现在目前生活状况的话是比较以他自己所想要去做的方式，所以他这个人应该也算是忍了还蛮久了。对啊，很开心。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就是在抽到这一组的你们呢，首先这张牌，那这张牌的话是星之3，星之3就意味着说，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除非啦是你们本来就是他是你们的备胎之一，然后你们想去做选择，要不然大部分来说应该是你这个人呢是他的备胎之应该说你是他的备胎之一，那他自己本身可能也没有想过说要跟你们之间有个未来，就只是希望跟你们俩之间是有一个还蛮不错的过程，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在相处上面的话会比较像是朋友。所以呢对他来说，感情你跟你之间谈感情的部分的话比较不会在他个人的选项里面，通常都会是说你跟这个人之间可能很有缘分啊，或者是说你跟这人之间是还蛮需要有一点的磨练的，那可能才有机会有变成情侣这个部分。那可是因为我们抽到选到这一组，如果说是星之3的话，不管你跟对方相处多久时间，或者说你受了多少的磨练，又或者是说你受各种的方式只是想去吸引到他的话，基本上啦吸引都只有一下下而已，那没办法吸引到他太久。然后这段关系里面应该在你们认识的那段期间就是已经有第3个人的存在了，他可能会跟你说他是跟朋友，或者是说他可能因为工作，又或者是他可能跟他的朋友出去玩，那基本上呢大概只有一半的几率是真的啦，另外一半的几率就是假的。那当你细问他，或者说你的直觉很强烈的问他的时候，
他不跟你讲的话，表示他这个人还蛮有良心的，因为他不想要说谎，所以他就选择不答。就是他可能就真的跑去约会，或者说跑去找了别人。好，那如果说是对，就是另外一个身份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有时候会真的蛮大方承认的。对，那如果说你们本来就是不是把他当备胎，然后可能来做问的话，就表示对方应该是有稍微察觉到一点点你的别有用心，或者是说你的个性中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就会觉得两人之间可能需要花更多时间去考虑一下这段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或者是说还是值得两人之间要有一个进一步发展的这个空间，或者是说这个机会。因为他其实对他来讲的话，他个人是比较喜欢待在同温层里面，比较不喜欢是生活中有太多的变动性，或者是说不希望他的生活有太多其他的杂事来去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或者是说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情谊在。那看起来其实对方还蛮想要跟你们之间是保持在一个友谊的状态。不过如果说我们再搭配刚刚前面的3张牌呢，话可能如果说真的要跟对方当朋友，需要花一点时间，那这时间就是只能默默等待，因为他现在就是处于在一个宝剑2的状态，会比较需要更多时间去思考说什么样的人生，或者是说什么样的生活才会是他真正所想要的。然后呢，我们再看到神谕卡所给予你们的讯息，保护。那保护这边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宇宙会希望说，你们一定要给予你们自己有更多的勇气，或者是说不要因为被这个人给抛弃了，或者说被这个人给利用了，然后你们就不敢的再去谈恋爱，或者是说你们会觉得自己就是不值得拥有爱。其实宇宙是想要告诉你们说，你们因为很有力量，或者是说你们其实因为就是你们本身呢是非常能够带给别人温暖的，所以呢你们爱的能量是非常强的。那你们这个爱的能量跟保护的能量会希望说你们要用在你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在用在任何其他的人身上。因为你们自己的人，你们自己本身身上的话，你们才能够看到你们自己在性格里面可能需要改变啊，或者说可能会需要再变得更好的地方。那宇宙就会觉得说你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他会在你休息的这段期间的话，他会给予你更多更好的人生未来的方向，或者说会给你一些还蛮不错的启发。因为当你拥有爱的能量的时候，或者说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受到保护，或者是说你自己就会懂得去保护你自己，你就比较不会像是在跟一些不认识啊，或者说可能比较不那么爱你的人有跟他们更多的互动，然后就让你们错失掉一些还蛮不错的缘分。好，然后再来我们看到就说抽到的独角兽的卡到，这些是杨事先抽的，就是在神谕卡的部分。那神谕卡部分像这张牌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每件事情发生的话，其实都是有它的意义的存在，又或者是说一定是有一些的事情希望你可以去做学习，希望你可以去明白，可以去了解到说其实每一个人发生的每件事情并不是巧合，也不会是一个偶然，是命中注定的。那其实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会因为你自己本身的性格，然后你变得正向跟积极，你有感受到你自己也是拥有爱，然后是被保护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那么这段关系我应该说是在你个人这部分的话，是能够拿回你自己的力量，就是你再也不会受到一个事情上面的迷惘，所以会希望说你要尽可能去懂得放下，或者是说要懂得去接受你现在目前生活中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是生命所带给予你们的这些的馈赠。所以希望呢你们可以放
放轻松看待每一件事情，因为毕竟有时候事情发生了，我们也无法解决。那如果说还没有发生的话，你们已经看到，那就可以选择做预防。所以其实宇宙想要透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你们说，尽可能的让自己可以跟对方，如果说未来有机会的话，就保持在一个蛮舒服的距离。所以你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或者说可能去做其他占卜，就是究竟这个人他在对于说你们关系里面的话，他的顾忌顾虑他到底是什么。好，那想抽到的是这一张与众不同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这边的话其实呢就想要告诉你们说，你是不用和别人一样的，因为你其实你每个人身上都是有散发出一种他独特的气质，或者说他那个独特的非常的那一面。那如果说总是因为你为这个人劳心伤财呀，或者是说一直为这个人手都就是魂不守舍的话，会蛮可惜的。对，因为你就是说独角兽想要告诉你说，你不需要改变然后去取悦别人。如果说你试着用真实的自己去展现在任何的人的面前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你的世界上面会变得比较不一样。那如果说你一直呢一直想办法去取悦别人的话，其实你就真的也不会快乐，那也不会交到真正的朋友。那如果说你们要该如何去推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看起来就真的你们就是除了先让自己的嘴巴可能不要讲出那么坏心的话之外，就是还是会希望说你们可以把自己明确的知道说你们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就是你们可以去透过训练直觉的方式，然后去做一些个人的占卜。对，因为看起来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很明显就是对方他没有把你们放在心上，然后你们初期呢会一直责怪你们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那可能到现在中期的时候开始逐渐的还是会等待，但是更多的就是一种失落感。对，你们对于说这段关系这个期待的话，两个人之间很明显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也不太会为了你们然后去特地买了什么样的东西。那如果说你们会希望可以跟对方拉近更多的距离的话，好，那也要来为大家抽补充牌，该如何跟对方拉近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距离。好，那这边如果说你要拉近两个之间的距离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去做好你觉得你自己应该要对的事情，然后你自己本身在个性上面你可能不想去暴露出来的，或者说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又或者是你希望呢这件事情上面的话是能够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然后也不想要被别人给操控的这样状况之下的话，就是也能够比较去吸引到他注意，就是你们在等待他的同时，你们也要去顾好你们自己，或者说让你们自己变得更好，才有办法在当他回到你们这段关系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你，或者是说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你。好，那在我们这边抽到的钱币骑士，那钱币骑士的话就意味着说，在于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唯一能够拉近距离的方法就是只有时间，透过时间慢慢的堆积跟累加，然后跟对方之间的通讯软体都尽可能的要保持在一个通顺的一个情况。那当对方他可能想要找你啊，或者说可能对方想跟你聊天的时候，那个通讯软体就是真的还蛮派得上用场的。所以很显然就你们可能是有考虑过说想要去放弃掉啊，封锁掉，或者是拉黑掉，那现在会明确告诉你们千万记得不要，因为在你们之间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也算是被让两人之间是能够有所互动，就这两件事有一定的缘分在。对，好吧，那这边他就是希望说能够帮助到你们。那虽然整个状况来看的话，对方是真的没有想念你们，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你们其实也是值得非常更好的人。
那这句话呢，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说让你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就是在验证牌地方，就是你们目前在你们脑海里面所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那我们来看到说在验证牌的一个讯息。那首先呢，我们抽到第一张是权杖4。那权杖4因为说其实你们会觉得这个人通常会让你们感觉到还蛮可靠，然后会是值得依赖跟依靠。那有一部分就表示说你们这段关系应该是真的认识了还蛮久一段时间，所以因为在认识这段期间里面，你们也逐渐的发现到说，其实你们自己也对于这个人是越来越有好感，然后你们会越来越容易想要依附在这个人身上，或者说你们会对这个人呢逐渐的产生了非常多信赖的感觉，或者说你们会逐渐的想要去更加靠近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所带给你们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或者是说会让你们逐渐的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啊，或者说自己的方向，会因为有他的很多的建议，或者说他的帮助，能够带给予你更多你意想不到的一个惊喜，或者是说会让你感觉到其实或许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的存在的话，你的人生也不至于总是那么的糟。所以在过往的相处过程里面的话，你们还蛮喜欢总是找这个人分享你们的问题，或者说跟这个人去让他知道说你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然后当他愿意跟你们说话，或者说当他跟你们互动，或者说他给予你们一些建议的时候，你们会觉得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那同时也可以看出来说，你们觉得这个人你们可能还蛮喜欢他的，就是因为觉得跟这个人之间相处的话，其实会蛮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因为这个人他好像本身带给你们的那种的力量会让你们找得到你们自己。好，我们看到抽到的第二张魔术师。那魔术师的话，你们会认为说，其实这个人呢，他目前应该说他这个人本身他的个性很多元，或者是说他会喜欢去对于他自己所不懂的事情、不懂的领域，或者说他所不太清楚知道的那些的知识，他会很愿意去学习，或者说他会很想要去找找看，或者说去学学看，或者是说去探索看看什么样的东西是适合自己的，或者是说可以让他变得更加的学习到那些的东西，然后让他的整个人可以知道说他的人生方向是可以走得如何更好。所以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为什么会总是让我们觉得说他就像是一个挖不完的宝藏的原因，就在于说他这个人会一直不断去增进他自己，然后让他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他比较不会是停留在原地，他是会一直往前走，或者是说会一直想办法让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整个人变得更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看起来你们本身对说这个人的心里面的价值的想法，或者你给他的评价，看起来是真的还蛮高的。然后来看到下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骑士。那权杖骑士的话呢，意味着说你们会觉得这个人当他可能想要去做什么时候，那他就会很认真去做，他会勇往直前的朝着他的目标去迈进，然后又因为你们会觉得这个人又很见多识广，或者是说他的知识还蛮多，所以当他只要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们就会认为其实他做的那些决定一定是他真的已经有想得很透彻了，或者说他一定是因为那件事情对他来讲的话是能够帮助得到他，或者是说是能够带给予他认为是很值得去拥有的，或者是说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当这个人他可能对你推荐什么，或者是说他介绍给你什么，你基本上就是100%相信他，或者是说你们就会觉得他提供的很多的意见跟想法是非常值得去效仿，或者说是非常值得的去相信他。所以
看起来啦，你们本身对这个人的评价不仅很高之外，你们也很喜欢去依附在这个人身上，或者说还蛮习惯他会给予你们很多的意见，然后你们就会不自觉想去找他聊天。然后再有一部分的话，就是会觉得说这段关系这个人的存在，或者说你们对这个人其实还蛮有眼缘的，就是那个眼缘，就是你们一看到这个人的话，或者跟这人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就马上就知道说我跟他是很有缘分，或者是说他就是很符合我的胃口，或者是两间相处的过程里面观念就是还蛮相符的，所以呢就也很明显看出来说，对于你们来讲，这个人是非常的具有魅力，或者是说是真的还蛮具有独特性的。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讯息。好，那如果说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是有所共鸣的话，那我们来去往下看。我们来看看呢，就是如果透过对方他目前的生活的状况，来看看说他到底有没有想你们，或者说他现在的重心呢，不知道有没有会因为想要见到你们，然后可能有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好，那我们首先来抽到的是第一张。这张我抽到的是钱币四。那钱币四看起来的话，本身这张牌的话呢，意味着说这个人他现在是比较是着重在说他个人的生活圈里面，或者是说他不太会把太多的心思放在对他来讲，就是不会带给他很多帮助的人。也就是说，除非啦，你们自己本身跟这个人之间是有一些在生活中必要的往来。要不然基本上这个人呢，他也不会特别去想到你们，因为想见你这件事情的话，通常一定会除了是带有目的性之外，那就是因为心里面单纯是很想念这个人。那基本上呢，这个人目前如果说我们是以钱币四来看的话，你们如果是本来就在他的生活圈中的人，比如说你们是有一些利益上关系，或者说我们本来就固定时间会见面，那他对于你们的想念程度，当然就会稍微会比没有在共同生活圈里面的来得高，那基本上都还是算蛮低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固定时间都会见面的话，对方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说你会跑掉这件的状况发生，因为你们就是迟早会见到面。那如果说我们就不在共同生活圈的人的话，对他来讲的话呢，他就会比较专注说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中。所以如果说像你们是网络交友的人，就是对方他也没有想要特别跟你约出来见面，可能他要跟你约啦，但是可能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或者说碰到一些状况的话，约出来见面事情就会变卦。那是因为他当下可能是一时兴起，又或者是说他也只是想给你一个交代，可是实际上并不是他打从心里面是真的想要见到你。那如果是共同生活圈的话，那当然就是刚提到的，你们就是固定时间会见面，所以他也不用花太多的心思去想到你们这件事情。然后这边我抽到的是这个世界。好，那世界的话就因为说，其实这个人他会比较是享受在他生活中的当下，也就是说，他现在生活里面有什么是值得他去注意的，或者说有什么是值得他去关注的，或者是说你如果是问断联中的人的话，就是你们比较少在联络的人，基本上你就不会是在他的这个选项里面，不会在他的世界里。因为看起来其实这边是，如果我们也想要知道说，透过这次的大众占卜，能不能知道说对方他在面对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有没有一些的其他的心思跟想法的话，基本上不得不说是真的也没有。因为对他来讲的话，现在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轨迹跟方向，他应该要怎么走。那本身在对说谈恋爱，或者是说想要跟另外一个人有一个承诺的关系这件事情的话，比较不会是他所想要去知道的，或者说也不太会是他想要去看待的事情。好，洋洋来为大家抽一张牌。因为有一个讯息，就是这个人他现在身边是有一个对象，洋洋捡个牌，大家等一下。好，
那我们来抽牌好了，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人他现在身边有没有其他的对象好了。稍等一下哦。好，那也是一样，给大家2个选项，当然也会希望都没有啦。好，这边有2张，2张放在这里。好，那这边的话，请大家心里默想个问题，就是说，你心中某某某，他现在有除了我以外的对象吗？某某某现在有除了我以外的对象吗？然后静下心来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一个，然后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好，那这样10秒钟已经到了，那我们就先从右边的开始咯。好，右边的话，这边抽到的是宝剑2。那如果说是在宝剑2的这个状况之下呢，确实在他身边现在应该会有一个他会比较在意的人，就除了你以外还有另外那个人，但是他跟那个人之间的关系就跟你现在的状况是一样的。所以也不会因为他要选择那个因为想要跟那个人之间有更多的发展相处，然后就完全断掉你这边，也不会，因为他本来就在你们2个之间呢，想要去看清楚说哪一个人是比较适合他，那他也在意那个人，他也很在意你，所以你们也不用因为可能对方是不是有怎么样，然后就可能稍微比较担心，但是你们可能接下来还是要去多留意一下说对方他最近是不是当他比较没有把心思放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基本上他就是在跟那个人聊天，所以你们可能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好，然后再来是这里，可是他跟那个人之间是还没有确定说是不是要有一个结果，对，反正就现在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这个状况。好，那这边我们抽到的是节制。那如果说像是节制这边的话呢，洋洋会更加认为说他现在是比较想在探索他自己人生里面什么样东西对他来说是他可以变得更好，然后是可以让他的人生变得更不一样，或者是说他想要去多更加的了解他自己。那在对说有没有其他人这件事情的话，如果要严格讲起来的话，是真的也没有，因为他现在的专注力比较没有在想要去谈感情，或者说想要去多认识人的这个的状况，他会愿意去多跟不同人交朋友，但是他跟那些人交朋友的本身的目的性跟意义的话，并不是在他想要怎么样，而只是单纯他希望可以透过认识不同的人，然后去多了解到不同人的性格。那可能如果说他本来就是做业务类的啊，或者是说他本来就是那种做跟人沟通，或者说要做那种拼业绩的人的话，那当然就要多去认识新的人，才有办法去拓展他自己的业绩，所以他是要去提升他自己一个自我的能量。所以呢，右边的话是有，左边的话是没有。好，来看到第2个，这个话我们抽到是宝剑王牌。那宝剑王牌就意味说，其实这个人他有发现到说，他目前生活里面的话，是有一点停滞的这个状况，或者是说他的人生的步调可能要稍微再加速一点，不能只让自己一直停留在那边。然后他现在目前对的生活可能会觉得有点腻了，或者是说可能会觉得自己生活里面现在会需要有更多新的东西，然后去让他看到自己的生活中的不足，就是说他可能一直在生活现在都过得是蛮平顺，或者说蛮安稳，又或者是真的有点太单调了，所以呢他就会去试着想说他是不是要去多认识新的人，或者说是要改变新的环境，或是可能他最近想换工作，或者是他有一些在投资上面一个新的计划。对，所以他会希望说这个人生来一点不一样的一个旅程，想要改变他原本的方向。然后再我们抽到的这个第2张是好圣杯4者。那圣杯4者的话在这里呢就是意味着说这一个人他在看待说
这段关系啊，或者说你们之间的情谊的话，如果说你们找他，这是钱币式的，对，就是他会也还蛮喜欢跟你们有所互动，然后因为他现在的生活，他个人的重心呢是比较摆在他自己个人的未来的方向，跟谁跟他相处的话是能够带给予他更多的帮助，或者是他觉得跟那个人相处的会让他感觉到是比较轻松跟自在的，所以呢，对他来讲的话，你们之间的这样关系，如果说你们是共同生活圈，也确实不用太担心，他也还不会想要去断开你们。可是要对说要不要有所不一样的进展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然后如果说是网络交友人的话，如果你们真的不是在对方的生活圈，都只能靠通讯软体在聊天，你们要留意一下对方他是不是最近有一种忽冷忽热，或者是说他最近在行踪上面，就是说他跟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是跟以往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就是因为他的专注力现在已经有点转移了，所以他就不会一直想要在这段关系里面，然后他就可能会想要一直去调整他自己的一个步调。所以其实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啦，网络交友的人，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就说这个人他应该有一些他自己个人的打算，除非你们必须要去融入到他的生活圈，或者说跟他之间要有一个稳定的一个交友生活圈的固定的频率，就是两人一定要见到面，固定时间一定要去做个什么样的事情，要不然基本上这段关系是蛮容易会慢慢的淡掉。我们今天抽到的是钱币4，所以同样的钱币4又在出现，所以蛮明显看出来，就是其实这个人呢，他的性格啦，会比较偏向于说像是土象星座，例如像是摩羯、处女、金牛，他们生活圈就有点固定，然后他们会很容易去习惯某件事情、某样东西，当他对那个东西、那个环境、那个人产生了一种依赖感，或者说产生了一种习惯的感觉，那么他就会不自觉的不想要去离开。他这个人其实也蛮容易会因为有安全感，然后去喜欢上某一个人，所以你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说，因为刚前面有提到说对方他们身边有没有其他的人嘛，那如果说我们抽到是左边节制牌人，也不用太担心。可是如果说我们抽到是右边是宝剑2的话，你们可能真的要小心一下，因为蛮明显就是说，就是你们跟那个人做比较的话呢，你们必须要给对方更多的安全感，然后要一直能够陪在他身边，他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就要一直很愿意的主动去帮助他。可是你们要留意，不要让你们自己破产，或者说不要让你们自己一直到那种钱被挖空的感觉。没关系，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张牌的补充讯息还有什么。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8。宝剑8的话，在意味着说，对，这边是权杖8。权杖8就是意味着说，有一部分的人，你们是不是遇到诈骗？如果说是遇到诈骗的话，你们可能要稍微想一下了。那如果说你们真的很确定，你们真的不是遇到诈骗，这就曾经所认识的人的话，这边的权杖8跟一般的韦特的权杖8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这边的权杖8，会比较像是说他自己是有一点不太愿意去做改变，或者是说他不太愿意让任何人去看见他内心中那个脆弱，或者是说最渴望的那一面。我们来抽个牌，因为应该说，如果是诈骗的人的话，你们就其实这个也不用去算了，因为对方就永远不会对你们有感觉。那如果说你们确定不是诈骗，我们来看一下对方他内心里面最深沉的东西是什么。好，妍妍也是准备2张牌。
这边有2张，我们再继续把它放在这2张先收起来。好，那么请大家做选择，这边有2张，静下心来，然后就是心里面，请问某某某内心里面最深层的想法是什么？好，那么我们就来做看看咯。刚刚是从右边嘛，那我们今天应该说现在就来从左边开始好了。好，那这样看到是圣杯国王。圣杯国王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他这个人，对，是圣杯骑士，对不起，圣杯骑士。圣杯骑士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本身会有一点滥情。对，就是他在面对说情感的话，容易会去做一点比较，意思说他就算跟你现在好好的相处，可是也是很有可能他同时在跟你好好相处过程里面，会一直去看其他的人，会有一点像骑驴找马啦。然后他这个人本身会有一种花心的状况，所以他在面对感情，他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专注在某一个人身上，他会一直不断的去做比较，然后如何去找说谁才是最适合他，谁才是他真正所想要的。那如果说他遇不到最好的，他就会依照原本让他觉得现在是最舒服的，所以他这个部分的话，才会让他说在面对爱情里面，他会比较没有办法马上做决定，或者是说他会一直去拖延，一直跟大家搞暧昧啊的这个状况，就在于说他心里面就是在等待一个他觉得最值得的那一个人，然后就看谁是被他给挑中，或者说谁是愿意来跟他谈一场他所想要的那个恋爱。那我们看到这个钱币2。好，那如果说是在钱币2的部分的话呢，对，是钱币2，今天一直看错牌，钱币6。那钱币6其实就意味着说，他内心中其实对于说自己的感情的生活的话，他会希望说工作生活是稳定的。那如果说工作跟生活是不稳定的话，他会比较难去投入在就是比较难投入在感情里面啦。在对于说自己要拥有一段感情之前，他自己的生活跟工作还有他的钱财必须要是能够是稳定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他会蛮希望说自己的另外一半，自己的那个对象是能够帮助得到他，或者说是能够体谅他，又或者是能够给予他在生活工作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帮忙，或者说能够给他一些蛮重要的一个意见。所以呢，蛮明显就是说这两边的有点不一样，就是就是说这张圣杯骑士的话，就意味着说这个人他本身会有点花心，骑驴找马。但如果说是左边，然后这边是右边，一直讲错。然后如果像是右边这个钱币6的话，就意味着说这个人他看待爱情是比较务实，他在挑对象会蛮谨慎，并不会随便乱选，不会随便去跟那个人交往在一起。对，所以就看你们是选到哪一种。那就是这个人他现在在对说权杖8，他心里面的这个隐藏起来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看看啦，就这个人他到底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就说他的生活目前的这个状况，看他到底有没有想见到你们。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月亮。好，月亮的话呢，在这边呢，洋洋不得不说，如果说你们是可能刚认识不久的话，对方本身在对于想要见到你的这个欲望跟冲动，基本上是蛮低的。
那如果说你们是曾经有断联过是复合过的人的话，那对方其实蛮珍惜你们，他还蛮喜欢跟你们相处，所以他是还蛮想要见到你们的，所以就会有分这两个断联过的，然后现在复合了，然后或是前任的话，你们现在两个又有互动，对方蛮珍惜你们之间这段情谊。可是如果说你们可能刚认识不久，或是你们都一直呈现在一个暧昧中的这个状况的话，其实对方对你们其实会有一点个人的保留的空间，也是因为他心里面会有一个忘不掉的影子。那这个影子的话，其实带给他心里面一个蛮大的伤害啦。对，那为什么断联过的人或者说前任他会一直想要见到你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曾经失去过，所以现在他想要去更加的把握住好你们这一段得来不易的关系，或者是说好不容易拥有的这一段的缘分，所以至少会让对方愿意想要去花更多的心思跟时间去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或者说他会尽可能去满足你们内心里面可能说对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的期待。然后再抽到补充牌是权杖骑士，那权杖骑士就意味着说这个人他会对于说自己的人生接下来他的感情的生活中的方向，他已经越来越明确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或者是说他越来越明确知道说他到底希望他所希望认识的在一起的那个对象跟他现在的一些想法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的冲突，那么他就会希望说可以从这个里面去做一些的调整，或者是说他会希望之后是跟自己觉得适合的人在一起，不再只是单纯的喜欢就在一起，而是他会希望说之后的每一段感情，或者说之后的未来的对象的话，是愿意陪着他一起去努力看看说人生未来的这个方向。所以洋洋会认为啦，这个人其实他接下来他的面对说感情的态度上面会变得比较谨慎一点，或者是说他开始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对，所以可能要留意一下，就是最近他这个人一些的举动会不会跟你们之间越来越保持距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一下第3章对，第2章权杖10。好，那这边如果说是在权杖10的部分的话呢，也就是说当可能面对说感情或者是生活，好，就是说这个人他基本上会因为生活中的一些的压力，或者说工作上的不顺遂，那容易就去影响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这个发展，或者说他跟你之间的这个情谊的这个缘分在。所以有的时候当这个人他可能工作非常的忙碌，那你们就要给他一点个人的空间跟时间，那等到他可能这一波忙完了，或者是说他的状况有好转之后，你们才能够去向这个人为了这段关系要更多你们心里中所渴望的这个需求。又不然如果说在一个他极度负面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基本上啦，这段关系会有蛮多可能会有一些的争执跟吵架。对，因为其实这个人他是蛮注重他自己个人的价值在，或者是说他个人的生活状况。对啊，反而感情并不是他心里面的第一顺位，反而是他的工作，他的生活的方式，又或者是说他的生活该如何赚到更多的钱，对，或者他如何让他的工作可以更顺利，这才是他真正最想要去他想要做的这个目标。那没关系，我们来为了你们这一组来抽3张字卡好了，看看说对方到底想要对你们说什么，他心里想的话。请不要主动，那他是叫你不要主动，因为表示说可能现在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已经有一些外在的压力出现，或者是说他觉得跟你们相处在一起的话他还蛮有压力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他会希望说你们的这段关系尽可能的先暂时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或者是说给他一点个人的空间跟时间，让他是可以好好去做他想要去做的这个事情。
视为珍宝。对啊，所以呢，其实这个人他也是有时候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们可能就多担待一点，因为对他来说你们是非常重要的人，然后他也不希望说去失去掉你们。那当他对你们发脾气的时候，其实他也是蛮担心你们会讨厌他，然后会让你们这段关系不应该出现的裂痕就出现，又不然对他来讲这段关系其实是就是会容易有一些可能分开分离的这个可能性就会出现。那最尤其你们是断联过的，然后又好不容易复合的人，如果说又发生了，其实也是蛮不乐见的啦。然后我想吃掉你，所以你看这个人其实你在这个人心里面是真的还蛮有欲望的，所以其实这个人的话基本上呢，他也是还蛮想要继续跟你们有一个固定的发展的这个机会跟空间。只是有时候他的性格上面的话，他会希望说你们可以给他一点的时间。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好，那我们是不同世界的话，就表示说其实对方他有时候会想到说，其实两人之间可能在个性上会有蛮多需要摩擦的地方，又或者说他可能因为现在一些外在的工作的压力，或者说外在的因素，那导致于说让他在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会有一些他个人的想法跟判断上，所以他又刚好是在请标主动的下面那一张，所以有时候当他可能对说你们这段关系比较负面想法的时候，那么确实他就会去思考一下你们的这段关系的走向。那这时候他可能就想要去有点分离的这个想法在。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看，所以呢对啊，你们要想一下说这个人他有时候真的有去萌生出一种他想要去离开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个念头，然后就会有一点想要跟你们分开，然后不想跟你们之间有这个在一起的这个机会。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是已经恢复的联系的人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啦，因为基本上呢他虽然有这些想法，可是他好不容易得到了你，那只要你们可以继续好好经营你们这段关系，也不用太担心说这个人是不是就会离开你们。那如果说你们可能刚认识啊，或者说还在一个暧昧的阶段的话，你们要留意一下，就是说他自己到底现在的状况是如何，然后是不是真的有其他的对象，或者是说他现在生活中是真的遇到了一个让他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所以导致于说他可能现在心思上心情上面真的还蛮差的，他是比较没有办法花太多的心思跟时间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无上限想你，那无上限想你的话，洋洋会认为啦，在如果说以这6张字卡里面呢，有一部分的人，对方他对你的感觉可能会更像是朋友，那另外一部分就确实是对方是喜欢你。那比较像朋友的状况的话呢，通常如果说你们的这一段关系里面，对方没有让你知道他自己个人私人不想被别人知道的事情跟秘密的话，那他就只是把你当成朋友上面的想念。那如果说你们有知道他个人不想被任何人知道的这个私密的秘密的话，那么他对于你们的想念呢，就会比较像是爱情的这个想念。对，所以也可以知道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其实有一些同志上面的解释，这个洋洋会放到最后面，因为比较这边先以所谓大众的讯息，后面会再补充一下同志的这个讯息。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张，我们抽到的呢是新知识。那新知识呢，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应该真的还蛮常感觉到很焦虑吧，或者是说你们真的还蛮常会因为这个人有点像是失去了你们自己人生里面应该必须要有的这个方向，又或者是说失去了你们
必须要去注意的事情。那你们总是会为了这个人去做很多你们不应该去做到的事情，其实就是说你们有点付出太多的意思，所以就容易会让你们把每一件事情都看得很严重，或者是说会容易失去掉你们个人的特质。那当你失去掉你的特质之后，其实对方也不太会去尊重你们，或者是说对方真的也不太会去珍惜你们。因为人性就是当你变得越来越去为对方好的时候啦，基本上少部分人很珍惜，会更加的去珍爱着这一段得来不易的特别的存在的关系。那大部分的人的话就会不珍惜你们，然后就会一直去踩你们的底线。那如果说你们真的有发现的话，其实就会像这个人鱼公主一样，她非常的难过。那其实只要当你们愿意静下心来，你们会发现到说在你们的身后，在你们身边，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朋友是能够支持着你们。所以如果说像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是没办法得到一个自己的定位的话，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人身上，你就是可以多和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家人有一些的互动，或者是说多花点时间跟他们相处，其实也是比较能够去疗愈到你们的内心。因为你们其实对于说这段关系有很多的秘密，你们都没有跟身边的人说，那你们心里面一直很压抑。那当你们越来越压抑的时候，就像这个公主，然后后面就你看就是发生船难了，那就也只能一个人孤零零的，就是在这个海上面一个人哭泣着。可是其实只要当你愿意回头，你会发现到说其实身边还是有很多是值得让你去相信，或者说值得让你去愿意去分享你这些痛苦的，因为他们很愿意去承担你的这些悲伤的情绪。但是前提之下就是你们也是要必须愿意去相信他们是能够给予你们这些的力量。好，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抽到的这个月亮女神卡，其实月亮女神卡就想告诉你们说，现在你们内心中的恐惧其实就有点对应到这个新知识一样，你们内心的恐惧其实你们已经有看到了，那你们愿不愿付出勇气去踏上你们新的旅程？虽然要抛弃掉自己一直以来所习惯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可是如果你们不选择去面对新的人生，或者不选择去采用新的方式去经营你们的生活的话，那你们就会一直越来越陷入在这个里面。那后面你们心情可能就会逐渐的呢走向一个忧郁症的路途上。你们会因为这个人可能毁了你们自己的人生，但其实看起来是真的蛮不值得，因为你们心里面其实很清楚的知道什么对你们来说才是最好，是最适合的，可是你们却又很容易的会去忽略掉，或者说你们会蛮害怕去改变。那这样的话就也容易会造成你们自己去错失掉遇到一个更好自己的这个机会。好，能看到就是说在神谕卡的地方独角兽，那独角兽这张神谕卡是想要告诉你说这张是好奇心。那其实当你在面对说自己可能喜欢的东西，或者说你只想去学习东西的话，你现在可以开始做了，然后你可以一直钻研在那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到说你的注意力其实有会逐渐的被转移了。那其实现在你的生活啊，你的生命里面也一直不断的在去刺激你，去激发你想要去更加的认识你的生活周遭任何许多的小细节，或者是说你可能想要去尝试做一些你从来都没有去做过的事情。那这时候独角兽是想告诉你说，你这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去让自己有一个新的开始，或者是说去尝试着让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生活中的重心跟生活中的方式。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你非常去质疑自己的这些的想法的话，只要不要是伤害他人的这个情况下，基本上呢，独角兽想告诉你说你就去做吧，就是也不要再有那么多的个人的想法在，或者是说也不要再一直那么的担忧跟担心你们自己为什么会一直陷入在这个里面，然后你们为什么都没办法找到你们的真爱，或者是说为什么这段关系里面对方总是都没办法看到你们的好，然后总是利用你们。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在于说你们一直不断的把你们底牌露出来，
那你们其实也有发现到你们的这个状况，只是你们有点不太愿意承认你们自己的错误。所以现在当你们愿意去承认自己的这个错误的时候，你们会有更多的力量去面对你们的痛苦。那当这个痛苦你们能够去熬过的时候，剩下的美好的人生就会是你们的。好，那这样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同性的朋友的话，留下来，还不要关掉影片，因为洋洋来补充一下，刚刚有提到同性的部分，我们回来刚刚的，因为其实同性部分其实这边的话，对我们来讲其实也都差不多啦。那只是在对说前面字卡的部分跟牌卡的塔罗牌讯息有几点要补充给你们，所以大家对，所以蛮恭喜你们，就是有留，就是也蛮感谢你们，就是有愿意留到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关于同性的部分好了。如果说当你们的这段关系啊，我们先来猜到原本的这边好了。原本的这里的这个状况，好，还有这个，好，这3张拆开来看，因为其实它也算是一个补充啦。如果说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呢，对方他是你本身是同性啊，然后你喜欢的人呢，他是异性恋或者是双性恋的话，你们一定要去放弃掉这段关系，因为这个人他有点在考虑要去离开了你们，无论你刚选到什么，那其实这个他最基本的，他还是会想要去依照社会世俗上面的一些的想法存在。他虽然有想过这一个，可是因为他还是会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然后他这个人本身能够承受社会压力非常大，这个他曾经确实有想过要跟你们交往过的想法在，可是因为受到社会中的压力，他没有办法去接受。所以如果说你们是喜欢上异性恋的人的话，你们一定要去放弃，因为这个你们不会有结果。当然塔罗牌是以现在的这个能量的状况，可是未来我们是不知道，可是每个人青春是有限的，所以会反而建议你们，这个看起来至少你们还要再等2年才会有答案。如果你们还想要继续等的话，你要再等2年。那如果说你们还没有，你们已经确定要离开这个人的话，那会恭喜你们，是趁现在还有办法抽离的话，赶快抽离。对，就是也不要一直专注在这段关系里面。好，那如果说你们我们现在讲好，那是在属于你们喜欢上异性恋的部分已经结束了，然后现在要讲关于女同志的部分。女同志的部分，如果说你们喜欢的那个人他的角色是 T 的话，因为他这边的男性的能量非常的强，所以如果说你问的那个人呢，他是 T 的话，这段关系也不会有结果，因为他会比较是在于说他个人的生活中，他想要去可能会想要多认识 P， 或者是说他会想要去多认识其他的人，因为他这个人本身目前在对待他的生活，他是已经有他自己的想法在了，然后那个观念跟观点是已经有点固定了，他没有办法去改变了。所以如果说对方是 T， 你也不用等了。那如果说是 P 的话，你们就可以继续等，你们可以等一下，就等一下的话也不太确定啦，因为牌面上没有太多的讯，因为这边是大众占卜，会建议你们可以去找信任的老师，或者说来找洋洋做这方面的占卜。因为 P 的话上面看起来没有太多讯，比较多是在讲 T 的部分。如果说是 T 的话，这个你真的不用等了，他蛮明显确定是会离开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所以神卡也想告诉你们可以选择离开了。好，这是在女同志的部分。那如果说你们是男同志的部分的话，就是说你们喜欢的那个人，他如果说是0号，可是他的星盘里面是
土象星座的话，你们要等下去，因为这个人后面他会回来找你们，然后你们这段关系应该会有一个结果的可能性，会有机会，那机会还蛮高的。可是如果说是0号，然后又是其他星座的话，基本上就不用等。也不是说不用等，就是看状况啦。对，就是比较像是说，依照你们自己平常对他的认知，不然算是一种普通，但那也是看个几率，就是几率上面没有那么的高。对，就是在对说0号，然后对方又是属于土象星座的部分。那如果说你是双性恋或是异性恋，但你喜欢上同性，你想要问这个人的话，这个人如果你会，就是说，如果说你喜欢的那个人，现在来问的那个人呢，他也是土象星座的话，我们先，因为你可能不知道他的角色，那我们不管他角，就只要他的星盘里面，他的太阳是土象星座，或是他的上升月亮是土象的话，你们跟这种机会是，他还蛮喜欢你们的，他也舍不得你们，但是他会变成说，他不得不要去放下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这段缘分，所以你们一定要再花时间去让这个人愿意相信，其实他对你们是有感觉，只是他心里面的设防跟设限还蛮多，所以你们可能真的要花一点心思，才有办法让他愿意去相信你们，然后他就会去答应你们这段关系。所以毕竟是你曾经伤害他，那既然你现在对他是有好感的话，你们就付出一点的用心跟努力，其实还是会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结果。好，这个最后面是针对说男同志的部分哦，不是指女同志。好，那这句话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就是在对说同性之爱的这个部分的补充的资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好，我们来看到说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说在验证牌地方，对于你来说，在你认识的那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那我们来抽牌咯。首先我们抽到第一张是钱币6。好，那钱币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看起来啦，你心中所想这个人，他应该是有一些他自己个人的，他可能这个人有时候会蛮难搞，或者是说会有点不太知道说该如何跟他相处，或者是会有时候找不到他的那个点。可在随着你日渐跟他相处之后，你会发现到说，他对很多事情上面都有一些他自己的看法，或者是说他一些个人的执着的那个点，而且他会有蛮明确让别人知道说他不能被踩到的那个底线。因为他在过往的话，其实他对待身边的人都是蛮慷慨跟大方，或者是说他能够给对方什么，他其实就会给。那他也不会因为可能他没有办法做什么，或者是说他可能对于人际之间的情关系上面会有一些的考量，然后就变得比较小气。他不会，他以前都真的对人很大方，可在遇见了你之后，或者说在遇到很多事情状况之后，其实他心里面受到了蛮多不小的伤害，或者是说有被他人给利用，所以导致于说，当他在对待于人际关系，不只是爱情哦，连可能友情啊，或者说很多身边的朋友，其实他反而就开始会希望说公平公正，然后不要有一个人都单独的付出，另外一个人其实也要有所付出。那他有时候也会看到说，跟这人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两人之间的付出是同等的？是不是如果说只有他单一一个人在付出，去坚持这样关系里面的话，那他就会想要去离开，或者说他就跟那个人保持一个适当距离。所以这个人呢，对你来说，你会觉得他的观察力是蛮强的，或者说蛮敏锐的，或者是他这个人其实在对说很多事情上面也是蛮深思熟虑的。然后再抽到的是圣杯侍者，那圣杯侍者的话，就是也可以意味着说，你们会认为这个人
他的交友圈，应该说他应该还蛮容易能够去融入到生活周遭一些新的人事物的环境，然后也蛮容易能够去附和别人，或者说去顺应着别人，或者是说会去尽可能的让大家都能够很开心，然后为了可以去让整个团体生活变得更加的和谐，就想要去跟对方有一些这些的互动在。然后这个人本身也可能会是成为大家的开心果，有时候你会认为他的表面上的样子虽然看起来很无害，或者是说可能看不出他真的心思，但实际上他的内在跟他的外表有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意味着这个人他的外表可能会让人觉得他没有什么样的心思，或者说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可是恰巧的意外是他这个人的内在里面的心思其实可能城府还蛮深，或者是说还蛮有一些他个人的想法，所以有时候会觉得你越相处之后，你这个人你会觉得有点恐怖，或者说非常的对不起，刚刚突然之间这样子，好吓到大家了。那反正就是在对你们来说，这段关系跟这人相处的话，有时候会有一点需要一点思考，看看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对你也是很真心，因为你们也好像蛮怕会被这个人给利用。可是当这个人之间你们俩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的话，你又会觉得两人之间蛮快乐的，或者说蛮和谐的，你也不是很想去放弃掉你们之间的这段的关系，只是跟这人相处你可能有点太过于喜欢他，或者说你把他看得太美好，所以你也就是你有点过度幻想了啦。然后再有抽到的是宝剑五，那宝剑五意味说其实这个人他有时候会真的蛮注重他自己个人的观点，或者说他个人的想法，那虽然有时候可能会让关系变得会稍微比较尴尬，可是他不会因为害怕尴尬然后就不把自己的心思给说清楚说明白。那当然对你们来说，这个人本身当然就一定会有很大的魅力存在，因为他对自己所看不惯的事，或者说自己所不愿意去接受的事，他愿意去表达自己的心声，或者说自己的看法跟认知。那这样的话，对于你们大家双方之间，其实也会相处上面就会知道说不要去踩到他的底线。可是通常他愿意去表现出来的时候，你们可能通常也会去吓到，就是说原来他会这样子哦，你们会有这些的想法，会反而跟他原本所外表那个样子会有一个蛮大的落差，就是他在意的那个的点，对你们来说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大惊小怪，或者说有点特别，对。可是这就是他个人的本身的特色，跟他个人的会吸引到你们这个魅力所在。好，那这验证牌就是你们本身呢，在你们眼里他是属于这样的人。好，那如果说有符合，或说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的讯息。那接下来讯息的话，我们就来看看说，我们从他目前的生活的状况之中来去看一下，他究竟有没有想要见你们？希望这一组要有啦，因为前面两组洋洋就是觉得蛮伤心的。好，这一组才刚讲完宝剑三。好，宝剑三的话，其实必须要去回归到究竟你们俩之间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说你们之间真的也没有发生到什么样的事情的话，那就意味着他的人际关系或者他的工作状况应该是有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工作就例如说他有背黑锅，或者说他的业绩可能被别人抢走了，或者是他被别人给误会了。那原本呢，他在对说自己的人际关系或者说工作上，他是还蛮有自信心，或者是说他是还蛮相信大家会蛮相信他，信任他，会觉得他不是会那样子做的人。可是偏偏可能他身边就有出现小人吧，然后就比较不看好他，所以现在身边人反而都会去质疑他，或者是说反而会对他有很多指责，所以他原本所认为让他很有安全感的这个生活圈，造成了他现在有点突如其来的转变。所以就算现在他很努力的想要去把
让他自己的心思慢慢的放开来，或者是说让他不要再那么的在意这样的一个状态跟情况。可是他还是会因为又在那个环境里面，他没有办法去完全的放开，所以他现在心里面都一直呈现在一个蛮伤心难过的这个情形。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牌的讯息。补充牌讯息这边是女祭司，哇，看这个人他心真的很痛欸。好，那表示说，其实这个人他现在碰到这个状况的话，是有点超出他原本的预期了，所以现在他反而会有点去重新思考说，究竟他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是不是他所想要的，又或者是说他是真的要选择离开这个环境之中。那如果说真的是你们俩之间有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的话，那就意味着说这段关系他可能要重新定位，要重新去思考。对，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很确定我们这段关系都没有吵架，也没有争执的话，那就是他的生活发生了很重大的状况。那可能他想换工作，或者说可能想换新的环境，或者是他可能想要跟他的朋友绝交之类的。对，因为这看起来啦，这个他现在心里面蛮痛的，只是他现在有点找不到他的方向。他现在比较像说，他需要花一点时间，让他自己的心思慢慢的沉淀下来。他可能需要透过直觉跟他个人一直以来的判断，然后他需要花蛮多的时间去沉淀，去思考究竟接下来他应该要怎么做，才会让他自己的伤害可以能够降到最低。所以现在他的话会比较像是隐忍下来。目前还没看到他很想见你的这个部分，就是只是看出他的生活真的好像还蛮糟的。好，这边抽到的是宝剑皇后。那宝剑皇后在这边的意味着就是说，这个人他现在呢，如果说是跟他很在意的那，就是伤害他这件事情的那个有关的人事物的话，他的态度上面会蛮不好，然后他现在也不太会去顾及到过往的情谊。对，然后这阵子他可能本身身上都会带刺，所以你们可能跟这人相处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如果说真的是你们这边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们要想一下，究竟是这段关系重要，还是你的个人的感受比较重要？这个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对说这段关系必须要去解决或者说去面对的问题。因为这边已经出现了2张的宝剑，再加上一个女祭司，都是跟思想上有关的。对，然后是说跟沟通上有关，所以很明显就是现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造成两之间最大的一个问题的症结点，就是两之间的心意是不够相通，两之间的想法说看待事情上面的严重性是不同的，所以当他感觉很痛苦跟你分享的时候，你有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所以你就没办法讲到他的那个痛点。那当他发现你没办法感同身受，或是你没办法讲到他的那个痛点，没办法安慰到他最脆弱的那个部分的话，那他可能就会认为这段关系2个人比较没有那么的适合。好，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看钱币9。那钱币9意味着说，其实现在这个人呢，他的生活他会比较把他重心放他自己身上，他还没有想到说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才好，所以最近他应该身上都带着刺，或者是说蛮难能够联系得到他，然后比较难是可以踏入到他的生活，就因为现在他会先以他个人的脚步为主，或者是说他会先以他个人的习惯为主，或者是他会先以他自己所想要去做的那件事情为主。所以现在他呢，就是他会比较希望说，他可以先按照他自己生活中的步调走，还不想要那么快的去做任何的决定，所以现在他可能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想要逃避的心态，就是会比较没办法明确知道说他到底现在在想什么。其实可能连他自己啦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因为他看起来心情真的蛮受伤的，他会比较容易把他自己关在一个
自己个人的世界里面，比较不想被别人给踏入。那抽到第一张是战车，那战车意味着说，现在他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说，跟自己觉得是完全能够信任的人相处，又或者是说是能够让他感觉到很安心的人相处。然后再就是第三可能性就是完全不认识他的人，然后他会跟他相处。所以其实如果说是属于第三个人的话，他可能就去酒吧，或者会去一些团康活动。洋洋会认为啦，比较高的可能性是酒吧，或者是说交友软体，因为在那边才有可能去认识到不同的人。但如果说酒吧原本就是他的场子，那当然他就不会去酒吧，他可能就会考虑，比如说去别的活动团体里面，因为其实大部分活动团体里面都一定要有一个人带着走。对，那其他现在第三可能性就是他蛮希望可以有自己的生活。那会建议你们，如果说真的要观察他目前的生活的话，可以透过他的 IG 或者说他的脸书的动态。他这个人现在最近应该是蛮会 po 东西的。如果说没有的话，你们就给这个人一点时间，他等时间到了，他就会出现，或者说他就去跟你们分享。对，你们就是给对方点时间啦。那如果说他这个人本身就是有去参加一些新的活动，或者说去多参加一些其他的就是生活中的事情的话，你们就在下面，你们就一些简单的问候跟关心就好，也不要去干涉他，因为现在他防备心超级重，他比较不希望被别人给过问，所以这时候如果说你们多做了什么，就多错了什么，对，你们要非常的很小心。我们今天抽到的是钱币骑士，那钱币骑士的话，就是说他现在呢也是非常的着重在他个人的生活圈里面，所以其实我们纵观以上来看，已经抽到第二组了，所以呢，对方他到底有没有想见你？其实以目前来看是真的没有，他真的现在就是完全是更加的处于在一个他自己觉得是能够值得去信任啊，或者说值得能够去相信，或者是他不会再受到任何的伤害的那个地方，或者是说那个所谓个人的世界里面。所以你们要留意一下，就是如果最近你们太频繁的传讯息给他，或者说你们太频繁的想要跟他有互动，然后就跟他约出去这件事情的话，他明明一直拒绝你们，或者说他一直都没有正面回答你们的讯息的话，你们就要有自知之明，因为蛮明显的，就是看起来啦，这个人他在对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没有想太多可是他蛮喜欢你们相处的这个过程，或者说就是对你们这个人本身还是有一点点的信任感在，所以他也不是真的很希望说你们这段关系是有断联的这个状况。只是他回复的速度真的会很慢。那如果说你们真的是把他当成爱情的对象的话，这段关系可能会建议你们要再想一下，因为这个人最近他可能会人间蒸发的几率还蛮高的，或者是说他最近会先以他自己个人的心情跟个人的这个状况为主。那究竟你要等到他多久才会好的话，洋洋来帮大家抽牌好，洋等一下哦，洋洋找个牌。好，等等，这个不适合。好，大家等洋洋下来为大家抽时间牌好了。这个应该算是，因为这是另外抽的，所以也没有事先准备好。就是对啊，好的，没关系，拿到了。好，那洋来为大家抽，我们一样抽2张好了，因为有可能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当然会希望时间短一点了，但因为这只是牌卡嘛，所以也是大家就当做参考，那就是心里有一个底这样子。对啊，因为不然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他现在状况真的还蛮差的。好，就这2张了。这边有2张牌，洋洋放在这里。好，那大家就心里默念一个问题，就是说某某某，
他的状况什么时候才会好转？某某某他的状况什么时候才会好转？然后洋洋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好，那应该选择好了齁。好，那我们就先从左边开始好了。它好转的时间，就还蛮久的，就大概是10个礼拜，或者是10个月，又或者是10月份的时候，就是跟10有关啦。所以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就是多点耐心去陪伴着他。那如果说是右边的话，这个就真的比较短的，1个月、1个礼拜或者是1天。好，所以看起来就是在左边的人的话呢，你们是跟10比较有关。可是通常啦，如果说跟10有关的，就意思就是说，等到他心情变好的时候，你们关系就会越来越好，因为至少你们是愿意陪在他身边，他就会在他比较低潮这段期间，他就会看到出说你这个人其实蛮值得让他愿意去做付出的。这个算是一个蛮不错的，虽然可能真的你们要花蛮多的心思时间陪伴他，可是如果说是右边是因为是1的数字，所以意味着说等到这个人他的这个状况走出来的时候，你们这段关系会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或者说会有一个新的事件发生。可是新的事件发生的话，通常也不一定代表是好的有可能是不好的。10的话通常都是指好的事情，1的话好跟坏都会有，那单纯是看你们个人的状况。对，所以这里的话，好，1的人先留到最后，那个会跟同志的事情会比较有很大的关系。那1先留着，如果2个等一下还记得的话，所以10先拿下来。好，那我们就来继续同志那个部分，我们都先留到最后再一起讲。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就说第3章的情况，这里的话，这张是权杖6。好，那这边的权杖6蛮特别，就是因为他们俩刚好是分开来的，跟一般的韦特权杖6其实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人他的生活的话，如果说你们真的是蛮经常会见到面，那就算你们俩之间是有吵架，也会蛮快就和好，就需要一点的心思啦。那就是对方如果他愿意主动低头认错，你们就给对方点，就说好，也不要说太多，就是继续就是跟平常一样相处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真的错不在你们，只是他单纯个人生活的话，那最近你们跟人之间会有一个进展的机会，或者是说会有另外的相处的这个机会，就是你们俩之间增进这段感情的机会来了。可是千万记得，就是因为在这段期间里面，如果说你处理不好的话，这个机会容易会变成是朋友的关系，但如果说你处理的好的话，就有机会变成是恋人的关系，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哦。所以你们要非常的小心，就是接下来跟这人相处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有一点那个暧昧的氛围在里面啦。对，如果说没有暧昧的氛围在里面的话，对方就会认为说，你们俩真的只适合当朋友。那一旦他认定你们只适合当朋友的话，很难再走出来，很难去改变了这个定位。所以你们非常要小心跟留意。只是接下来你们会有很多的机会跟可能性，跟对方是会有一些的互动。他可能因为觉得跟你们之间是蛮有话聊，或者是说你们是蛮值得让他去相信，所以他就会想要去跟你们有更多的这些的情谊跟互动在。好，那我们再看到圣杯骑士。好，那圣杯对，其实对，那就是如果说是选到圣杯这边牌的人的话，这边的话，洋洋呢会认为对，是他是对圣杯4者讲错。那如果说是圣杯4者的话呢，就
很明显的就是说，接下来啊，你们跟这人之间，他可能主动几率会蛮高，或者是说你们可能跟他讲一些的冷笑话，跟他讲一些蛮有趣的事情，他会给你们一些蛮不错的回应。所以接下来有可能对方跟你们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他会多给你们一点的个人的会给你们更多可以进到他世界的空间。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这边的话，确实对方他在近期会想要见你们，然后想要见你们的这个状况之下，是让你们这段关系是有一个进步的空间跟机会。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接下来对方所对于你们释出的这个善意。可能他自己本身是还没有出现到说是不是要跟你们在一起，或者说是要跟你们要有一个未来，但是他蛮希望就两之间相处的过程是能够很快乐的，是能够因为有你这个人，然后让他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快乐，或者是说相处上面的话是可以让他很放松，他可能就不太需要花那么多的心思在人际关系上，因为他也是蛮担心就是自己会再次受到伤害。那看下一张。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2。那权杖2的话，在这边的意味着说，这样关系啊，你们如果说真的是还没交往的话，也还不要那么快的告白，就是先维持在暧昧。因为接下来这个人呢，他在你们关系里面，因为他要重新定位了，然后开始会有一些他自己个人的想法在。这个人他在可能面对感情的部分上面，他都会，当他一旦认定了什么之后，就很难改。会比较建议你们不要去操控他，因为当你们越想去操控他怎么想的时候，他就会有排斥的心态。那一旦排斥的心态出现的时候，那他就去抗拒。当他抗拒的时候，关系就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了。所以会反而比较建议你们就是这段关系就是顺其自然就好。那也确实对方他最近也不会对你们有任何告白的迹象，或者是说对你们也不会有任何告白的想法。对，所以是看起来啦，这组的你们对方他可能还是比较着重在说他个人的这个状况。那如果说你们真的已经认识了3年了，然后都没有什么样的进展的话，还是当朋友，对方都没有跟你讲说要不要在一起啊，或者说两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到确认清楚，或者是说他没有说你对他来说是特别的话，那基本上这段关系很大的机会就只是朋友。对，超过3年以上的人都还没有任何的暧昧的感觉的话，对方你都是默默的，然后对方也默默的，你就是也没有特别的对你怎么样，然后真的3年前他都跟别人在一起的话，你们就只是朋友，那就看你们就是要不要跟他继续当朋友，还是说你们就要继续赌赌看，就是占卜不灵验这样子，对不对？没关系，因为就是当然雅雅会希望说每个人都幸福，可是还是必须要把台面上的牌意解出来，那就是大家去摄取到自己觉得对你们最有帮助，因为大众占卜版就是不一定都符合到每一个人。对，雅雅只是把所谓最有大概的几率讲出来。好，那如果说你们同志的人的话，会建议你们还要再去找信任的老师占卜，或者说来找洋洋，然后尽可能要去找那个信任的老师说，或者跟洋洋说你们是同志的关系，就是你们自己本身是喜欢喜欢自己同样性别的人，因为解释上面的话，有时候在牌卡上意思会稍微要改变一下，如果没讲清楚的话，可能会错过了一些的缘分，就很可惜了。那基本上以大概来说，这段关系呢，反正对方就只想先跟你当朋友就对了，不管你们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或者说哪一段的关系。好，然后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字卡，但是刚刚第2组呢，洋洋本来是说3张，后来就变6张，但这一次这边的第3组就真的只是3张，因为洋洋觉得这一组的话应该3张就够了。好，那第1张的话，原生家庭的问题。那原生家庭的话，问题就代表着说，很有可能这个人他过往的原生家庭里面真的带给他一些还蛮重的伤害，或者说造成他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例如说，可能他的原生家庭会让他变得没有安全感，或者说可能对于人世间的人情冷暖特别的有感，或者说特别的在意，或者是让他对于人生其实会有很大的不太愿意去相信的这个状况。对，所以看起来这个人他现在会比较容易有自我保护的这个情形在。你误会我了，那你误会我了的话，看你们之前到底在讨论什么了，然后或者是说你们是有表达一些你们的观点，那对方可能也觉得跟你狡辩啊，或者说可能跟你解释，你可能也听不进去，所以对他来说，他现在可能就觉得好像讲也没有用，所以现在他反而就觉得心里面也是真的蛮受伤的，他还蛮希望你们可以多相信他，对啊，有你的地方我很安心。好，所以看起来你们其实对于对方来说也算是一个真的蛮重要的人，然后也是还蛮希望说可以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然后可以跟你们继续保持着联系，所以看起来啦，你们对这个人来说是真的蛮重要的，所以也会希望说你们可能可以给予彼此更多的时间，或者是说对关系上面的话可以有更多的不同的想法，就是说也不一定说要对于是在感情的部分，那当然也是希望说，因为看到这边你们还是会希望是跟感情有关嘛，对啊，那因为其实对于他来说，你们是真的蛮让他感觉到有安全感，对，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希望可以一直都在这个人身边，那你们就可以考虑跟他当朋友看看，或者说再多观察一下。那如果说你们真的只想跟他有爱情关系的话，就也一样，如果说你们真的没有办法跟他当朋友，那就觉得有人会觉得就是离开没有关系，因为也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办法跟自己所心爱的人只当朋友，然后看着他幸福。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的卡片，这张卡片的话就是长发公主，所以在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啊，如果说你们真的是已经有发生了一些痛苦的事情，或者说有发生了很多让你们觉得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的话，你们一定要愿意等待，然后不要做了什么会去伤害他的事情，或者是说也不要说太多会去伤害到他的事情，因为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会发生了这些强大的冲突，或者是说真的去伤害到你内心中的事情的话，这个事情是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所必然会发生的，也是必须要去面对的。所以当你反而越想要去不要去发生这件事，或者说当你们越想要让自己避免受到伤害的话，其实就说你们想要去不要让这段关系有争执有冲突，然后就去一直把你们的底线降低，其实会让你们错失很多更好的可能性。这个更好的可能性通常是指说你们关系的未来啦，当然以目前来看的话是比较看不出来说这段关系有没有一个机会，可是也必须知道说你这段关系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个的矛盾，或者说每一件不开心的事情，是也要让你去意识到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确实有存在着这些问题。那如果说你这次不解决，你的下一段关系也还是有可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宇宙才会透过在这一次你遇到这个人，如果说你能够跨越的话，或许你的人生就会真的完全不一样，就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等待着你们。例如说可能跟这人在一起啊，或者说以后遇到一个比这个更好的人出现，也都是有可能的。
对，因为其实从这段关系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也是去让那个人有被考验到说，究竟他有没有那个心思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因为一段关系愿意可以长久下去，都是两个人一起努力。如果说只有一个人单方面努力的话，是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幸福的，很快就也会结束掉。所以有时候像这样牌面出现的话，就会告诉你们说，接受现实呢，也未必不是一件坏事。对，那当你们不愿意去接受的时候，宇宙就会推动着你们，逼着你们必须要去接受。那我们来看到说，在月亮女神神谕卡的地方，这是先抽好的，好，先讲好，对，怕大家就是有的人就是会误会。好，那这句话就抽到的是这一张。好，那像这一张的话呢，就是说希望你们要能够接受生活中或者说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改变。那已经过去的事情的话，就是已经是它曾经有存在过，或者说你曾经就是经历过。那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用再花太多的时间，或者说太多的心思在过去的情绪上面，因为在过去的这些事情在未来也不一定会发生，所以你现在心中很多的担忧或者说很多的想法的话，也不应该是成为你的心魔，也不应该是一定会在未来成为你的绊脚石。因为当你们如果说愿意去接受你们现在的处境，或者说你们接下来可能会碰到这些状况的话，其实反而可以让你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所以其实宇宙它现在通过它的能量的方式，去让你们看看到底什么东西才是对你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是最适合你们的。所以会希望说你们一定要走出来自己可能现在一个痛苦的这个时期。因为如果说你们就这样子沉溺在不想改变的这个状态，或者说你们一直沉溺在一个自怨自艾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也是蛮容易让你们没办法变得更好。对，然后看到是下一张独角兽神谕卡，快乐的想法。那快乐想法其实会蛮希望说，其实现在的你如果说真的心情上面蛮差的，或者是说你面对说这段关系你真的很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宇宙会建议你们说可以想起一些让你们觉得非常快乐非常开心的事情，那这段关系其实就会还蛮有正面的能量注入在里面。那当然正面能量注入在里面的话，你的人生你的世界就会有更多的爱，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更多丰富的感觉。可能有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不自觉把负面情绪放在这段关系里，然后就逐渐的去影响到这段关系里面它往好的方向的这个磁场。那一旦真的去做有所改变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有点错愕，就是当你可能负面的时候发生跟你一样觉得负面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就跟我想的一样。可是如果说是比较正面积极的人，就会想说我该如何去避免，或者说可能该如何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抽到这一张真实，那真实的话就想告诉你说，其实你现在要相信你内心之中的这个直觉，或者是说在你内心里面的这个答案。看起来你们应该对说这段关系有一些可能不想去面对的事情，或者说你们可能一直都很想去探索的事，然后不偏不倚呢，可能对方也不老实啊，或者说可能对方也不想让你知道，那你可能就是一个人在那边一直猜，可是你一直猜好像也猜不到，所以你现在觉得蛮痛苦的。对，所以当你们可能真的觉得这个直觉感觉有出现了，在对方身上得不到任何的答案的时候，静下心来，心里面所告诉你们的答案呢，就会是最真实的答案。对，就是那个事情的真正的根本。对啊，所以洋洋会觉得是蛮希望啊，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如果说你们真的还是没有办法走得出来的话，我还是会建议你们要走出来，真的会比较好。又不然蛮担心你们会受伤，或者是说可能会造成你们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伤痕。对啊，因为他的原生家庭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状况，除非你们真的愿意花你们的青春跟岁月陪伴在这个人身边，对，那当然就只好就是去疗愈这个人。可是通常呢，洋洋会建议说，除非他是你的正缘姻缘，你们才会有可能在一起，又不然你们花了一辈子的青春跟时间疗愈了他，可是他又不是你们正缘姻缘的话，就也不会在一起啊。那反而你们是帮别人去疗愈了他的老公跟她老公或他老婆，那你这样子就会浪费掉你的青春，在没有任何回报的这个状况之下。好，那这样他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是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那如果说你们是同志的朋友呢，请留下来。对，你同志的朋友，然后你们有选到的是这一张，我们先来补充这一张的牌。那在这一张牌的话，刚刚有提到说，因为一嘛是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或者是说对，新的开始，但新的开始有时候是指好的跟不好的都会有。如果说你们所喜欢的那一个人，如果说跟你们之间是都是同性的人的话，如果说对方，你们跟这个人之间都一直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果说你是同性，对方也是同性的话，你们跟这人之间都只是朋友之间的关系，都一直没有就是都一直没办法得到他的好感，或者说他的承诺的话，那基本上接下来所发生的是你不想要看到的，就是不好啦，就是没有这个关系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可是如果说你们真的是曾经对方有喜欢过你们，然后你们可能又真的交往过，那这段关系接下来应该发生是还蛮好的事情，就是你们后面关系其实发展速度会还蛮快，然后两人之间的话应该是还蛮有机会可以复合，或者说是还蛮有机会可以有在一起的这个可能性。这是在特别针对说你们喜欢的那个人是同志的话。那如果说你们喜欢的那个人是双性的人的话，会有风险，因为还看不太出来有没有那些，可能就是各 50%， 但是这个好的那个部分只是对方会让你有更多的那种权利而已，就是说你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实际上关系上的承诺还不会有，你们可能还要再观察，或者说还要再等等看。对，那如果说你们是喜欢上异性的话，会建议你们就真的放弃吧，因为对方他会在这段期间他会更加的坚定你们只适合当朋友。对，就是比较难会有机会可以要你们，就是你们要的这个结果。对，所以你们可能要确认一下对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性向。那通常选到这边的人的话，你应该都知道对方的性向了。对，所以应该不好，就是说也不会不容易不知道答案的。那如果说你们还是不知道的话，你们想办法去找答案，因为牌面上也没办法看出说要怎么样帮你们找答案。对，好，那这样就以上选到这组你们给予同志们的讯息，那也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